大家好，我是美食多 YouTube 黄金3小时。如果是我的铁粉，请给我一个 like。第一次看我的视频，请你静悄悄的给我一个 like。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有人喜欢喝茶，觉得喝茶能够使人在忙碌的环境中获得一份沉静和自在。有人喜欢喝咖啡，一口咖啡下肚便能提神醒脑，保持清醒。咖啡和茶各有各的好处，而且比各种碳酸饮料来说更加健康。那么究竟是喝茶更好，还是喝咖啡更好呢？最近，由数位日本知名科学家组成了老年肺炎研究组，带头进行了一项研究，让咖啡和绿茶进行了一波正面对决，看看谁才是能最有效的降低中老年人患上肺炎概率。该研究于2021年3月10日对573名65岁以上中老年人的健康分析显示，每天喝2杯咖啡能够将老年人患上肺炎的风险降低近一半。相比之下，每天喝2到5杯绿茶非但不能预防肺炎，甚至还会增加肺炎的发病概率。好在这个数值并不显著，所以绿茶爱好者们也无需担心。咖啡加茶才是更好的搭配。天津医科大学的研究人员收集了近50万人群的数据，分析了咖啡和茶单独或组合饮用与总死亡率和特定原因死亡率的关联。之后发现，每天喝小于1到2杯咖啡加2到4杯茶，可以使参与者的全因死亡风险降低 22%，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降低 24%， 呼吸系统疾病死亡风险降低 31%。 茶和咖啡都有咖啡因，这2类含咖啡因的饮料还附赠了另一个优势，助力减肥。有研究显示，血浆中较高的咖啡因浓度，产热反应就会有所增加，消耗的能量更高，能有效降低人体内的脂肪含量，对2型糖尿病的发生有预防作用。具体来说，血浆中咖啡因每增加一个标准差，发生2型糖尿病的风险会降低 19% 到 23%。 不仅如此，咖啡和茶组合饮用，比只喝其中一种降低中风和痴呆疾病风险的效果更好。咖啡加茶虽然好，但还得注意这几点。虽然喝茶和咖啡的好处这么多，很多人也天天喝，但是却没有喝对。因喝太烫的茶或咖啡和温度过高的茶和咖啡可能会灼伤食道黏膜，增加食管癌、胃癌的风险。食管的表面覆盖着娇嫩的黏膜，食物的温度对它有很大影响，10摄氏度到40摄氏度最合适，50摄氏度至60摄氏度勉强能耐受，65摄氏度以上会造成烫伤。不宜空腹喝茶或咖啡，茶叶中尤其是绿茶，茶多酚、咖啡碱的含量很高，如果空腹饮用，部分活性物质会与胃中的蛋白结合，对胃形成刺激，容易伤胃，也更容易出现心慌、头晕等现象。空腹喝咖啡可以刺激交感神经，缓解疲劳，但食欲会下降，会引起胃部不适，甚至引起胃炎，会加重胃肠道的负担，影响胃的消化和吸收。长期空腹喝咖啡还会导致恶心、腹胀等情况。正在服药时不宜喝咖啡和茶，像感冒药、安眠药、维生素、甲状腺激素药物等都不建议喝含咖啡和茶相关的饮品，因为其中的咖啡因和鞣酸成分可能干扰药物代谢并相互作用，发生不良反应。长期饮用咖啡加强脑代谢，能降低老年痴呆风险。这项研究通过对小鼠的咖啡因摄入对比中发现，一共有将近720个基因片段受到了咖啡因的成分影响，而咖啡对基因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乙酰胆碱水平降低方面。饮用咖啡的同时，大脑乙酰胆碱水平减少，脑波代谢的效率也会因此提高，
帕尔瓦教授还表示，大脑代谢和神经细胞的消耗速度息息相关。如果长期饮用咖啡，中老年人脑神经细胞损耗速度减少，能够对老年痴呆起到非常不错的预防效果，降低大约41%的老年痴呆风险。不仅如此，脑部代谢和脂肪代谢、胰岛素代谢、蛋白质调节均有神经系统关联。长期饮用咖啡，中老年人免疫力或许能够得到提升，高血脂、高血糖症状也能得到一定的改善。由此可见，长期饮用咖啡对于中老年人而言有不少的科学好处，不仅能让大脑变得年轻，降低老年痴呆风险，同时还能提高免疫力，预防部分代谢疾病的效果。有需求的中老年人不妨养成饮用咖啡的习惯，效果或许会令你惊喜。4. 每天喝咖啡应该喝多少才能对中老年的健康有益？在帕瓦尔教授的研究中，单纯以咖啡因的角度表明其对于大脑和神经细胞的作用，但对于喝多少并没有明确的阐述。而美国癌症研究中心曾经就咖啡饮用量和疾病风险关系进行研究后发现，每日饮用3杯的咖啡，咖啡因对身体的作用效率会达到顶点，平均降低10%的心血管疾病以及脑疾病风险。但是如果每日饮用超过了3杯，对健康的影响效果不是很大。所以超过50岁的中老年朋友，每日饮用3杯咖啡，大约在450毫升是比较合适的参考。根据自己的喜好和身体情况进行增减即可。总而言之，合理且长期饮用咖啡是更有利于健康的选择。但是咖啡虽好，也并不一定适合所有人。5. 这3类人不适合饮用咖啡，分别是儿童、孕妇以及神经衰弱人群。儿童本身就比较好动，而且精力充沛，咖啡中的咖啡因对神经系统有很强的兴奋作用。儿童饮用可能造成失眠、躁动等情况，影响生活和学习。有研究显示，咖啡因对胎儿的刺激性比较大，容易加速钙质流失，对分娩造成影响，所以孕妇也不推荐。至于神经衰弱人群，其本身就存在失眠的情况，贸然饮用咖啡，进一步加重神经衰弱的情况，得不偿失。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是否饮用咖啡，合理的享受咖啡带来的健康好处，才是相对正确的选择。说到这，可能不少中老年人都想尝试一下饮用咖啡，而超市里大多都是速溶咖啡，成为了不少中老年人的选择。那么喝速溶咖啡又是否能益于大脑，降低老年痴呆风险？饮用速溶咖啡能降低中老年老年痴呆风险吗？帕尔教授的研究中有提到，咖啡因才是促进大脑代谢的主力军。虽然速溶咖啡名声不是很好，但其中也是有咖啡因存在，适当饮用的确能起到益于大脑的效果。速溶咖啡就降低心血管病、老年痴呆的数值为 16% 以及 19% 左右，而研磨咖啡达到了 20% 和 40% 左右。虽然速溶咖啡对健康有益处，但仍然打了一些折扣。不仅如此，大部分的速溶咖啡为了改善口感，而加入了比较多的糖分。不少中老年人存在糖尿病、高血压的症状，长期饮用速溶咖啡摄入大量的糖，并不是明智的做法。部分廉价咖啡甚至使用反式脂肪酸，更有可能增加心脑血管风险。所以对于中老年人而言，适当饮用速溶咖啡可以降低老年痴呆风险，但是尽可能选择无糖、无反式脂肪的优质产品，更有益健康的程度。研磨咖啡是要大于速溶咖啡的。总而言之，咖啡对人体健康益处多多，尤其对中老年人而言，不妨放下偏见，积极尝试，或许能够有意想不到的健康收获。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制作视频不易，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的话，可以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别忘记点赞、收藏，点击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精彩内容。我们下个视频见啦！